各位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 AI 影片早就不是拿来玩而已了，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真的可以赚钱的工具。有人用它做广告的素材，有人拿来卖产品，有人已经批量在做带货影片了。但问题又来了，当你真的要拿它来做生意，你要怎么去管理版本？怎么跟团队共享你的素材？怎么让图、影片、配音全部都在同一个专案里？然后我就留意到了 TalkView 4.0 的这次更新，它这次更新的不是某一个模型很强，而是做了一个叫做 Board 工作面板的东西。它可以把赚钱用的 AI 影片流程整理起来了。它比较像什么呢？像是一个 AI 创作的工作室，生图、生影片、做额维塔、配音、版本管理、团队的留言，全部都在同一个共享版里面可以完成。而且它还整合了 Seedance、可伶、海螺、Nano、Banana、Context 等等这样的新模型。今天呢，和大家一起测试一下，它能不能真的拿来跑专案、跑广告、跑团队流程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。那这个工作面板呢，在左侧 Board 这里呢，可以直接点开。这里呢，就是你的整个专案空间了。在这里呢，你可以生图片，可以同时生影片，然后呢，也可以为你的产品做虚拟角色，还有呢，可以制作一些成型同步的影片。既然呢，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专案，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来做的，那首先给我的这个专案取一个名字，点开重命名面板。像是这个专案呢，我是要为一款皮革手提包制作一些素材来推广它。那我在后面呢也写上了它对应的一个编号。取好了这个专案的名字之后呢，你可以点 Share， 然后分享给你的同事，甚至呢你做好的所有广告素材都可以给到你的客户直接去查看。那就开始导入我的产品素材了，像是产品图什么的。首先呢，点一下这里新增组，点开新增一个组。除了给它取个名字之外呢，你还可以通过颜色来区分不同的组别。然后呢，是最右侧的这个上传文档，这里可以上传图片、影片或者是音频。OK， 已经上传到我的后台素材图这个组别里面了。那如果呢你是没有素材图的，比如说你没有模特，那你可以呢直接用文本生图片，在这里呢选择一个模型来给你自己的产品生成你想要的模特。这里呢是支援中文输入的，像是年轻的亚洲女性，然后黑直发及肩，还有刘海自然的淡妆，然后呢她穿什么样的衣着，这里都可以写。因为你没有素材图嘛，像我有素材图的话呢，我就可以直接等一下用这个图片编辑，把这几张不同风格的图合并到一起。然后呢就是生成图片的尺寸，还有它的分辨率，然后是生成图片的张数，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生成，而且它这里呢是免费帮你生图的。下面呢就开始真正的给我这个品牌包包做一些可以出片的素材图了。点开这里的图片编辑。那刚刚在文本生图片的时候呢，我就试过了这个 Nano Banana Pro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换一个也是现在比较新的，像 GPT Image 1.5 这个模型。像是要对图片进行编辑的话，我们在选模型的时候要选一些多图理解能力比较强的模型，还有呢就是角色一致性要比较稳的，还有它的构图理解要准确。像是我想要指定包包、指定角色，还有指定的角色关系，比如说多了一只猫这样的复杂组合呢，这个模型呢表现还不错的。上传图片呢可以直接上传你电脑端的，也可以点一下这个 Board， 也就是面板里面的这些图。点了之后，你可以发现右侧呢，它这里多了加号。那我把我要用到的这些素材图全部呢都加到这里面，猫猫的就等到下一张图再加进去。我先做我坐在椅子上，然后拿着这个包包的一张图。它这个 GPT Image 1.5 的模型呢，它是支持最多8张图片给它参考的，你是可以很好的把控到出片的效果。比如说你想要角色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你甚至可以上传一张服装的照片，只要在提示词这里描述清楚就 OK 了。
那我还是要生成一个大概是这个布局的一张图，但是呢，因为这次我不是简单的文本生图片，我是有具体的角色，还有具体的服装，还有具体的椅子，还有具体的产品图，也就是我这个包包的样子，都给到 AI 去参考了。然后呢，我最后会加上我想要的一个怎么样的摄影构图，像是中景构图，然后要显示女生的上半身，画面要居中，前景深，然后甚至是多少的镜头感，生成2张图片看看。然后图片的尺寸呢，可以进行选择，点一下最上面的这个取消选择，它这里的加号呢就没有了。那我指定的角色，也就是这张图片的我呢，就坐在了椅子上，然后呢拿起了这个包包，而且穿上的衣服呢也跟这张参考图是很相似的。你可以生成很多张这样的图，然后选中你觉得过关的图，给它写一个标签，就是你团队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你对这张图的一个评价，或者是呢这一轮的工作流程到你这边啊，你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工作，然后呢你做完了，你有哪些问题，或者呢你有哪些需要提醒的东西，给到下一个流程的团队成员，那你也可以留言到这里反馈给他们。那怎么去解决的，或者对方给你什么样的回复呢？你自己也可以在这个面板里面看到。像这个图片的右下方就会出现这张图片的所有留言，你都能看得见。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就是你可以给这个图片打星，最多呢是3颗星，你满意的话就可以打3个星，不太满意的话可以给它打2颗星。然后你不喜欢的素材呢，你就可以丢在这里不管它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还要继续做图，也就是我想要我的图片里面呢有这只猫猫，它会跟我的模特呢有一个互动，让我的产品图呢更有温度。那我这次呢就换一个模型，像是 Nano Banana Pro 呢，它是比较偏稳定的，但是呢因为试的比较多了，我今天呢就想试试这个 C-Dream 5.0 给大家看看。先用同样的2张图，还有同样的提示词来生成。它支持生成图片的尺寸就比刚刚的 Image 1.5 GPT 的要多很多了。来一张横屏的，然后呢分辨率呢也有支持 2K， 然后呢在图片参考这里呢加上我的猫猫，再生成另外的素材图。它这个模型竟然可以支持你给它14张图来参考。那镜头构图呢我要改一下了，因为还要看到地面上的猫猫，我让它镜头呢稍微要拉远一点，要是一个多环境的空间。椅子的前方木地板上面呢坐着一只三花猫，然后它的眼睛呢抬头看着女生，也就是看着我的模特。其他的设置呢不变，点击生成。前面我要的中景的2张图已经生好了，来看看 C-Dream 5.0 这个模型呢，它的画面会更加的干净一点，而且它给我一个商业广告的风格是比较强的。再来看看有猫猫的材质的细节呢，它都还原的非常的不错，还有呢它的光影处理的是比较柔顺的。但是这个模型它是需要花费积分的，那如果你没有付费会员，我会建议大家呢就可以直接用 Nano Banana Pro， 它可以免费帮你做图片。那如果你不想等待，也可以花一点积分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它是可以完全免费，不需要花费你任何积分的。这次生一张竖屏的，你是可以毫无负担的一直去玩，生成到你喜欢的图片为止。比如说什么样的尺寸，什么样的镜头搭配，还有什么样的构图，或者是你想要穿什么样的服装，在怎么样的一个场景里面，甚至怎样去拿这个包包，怎样跟猫猫有一个互动，都可以去生成玩玩看。把我满意的图打上星。其实这个星等系统我是觉得真的超实用，因为你要做广告素材的时候呢，肯定会跑很多个版本，那你打上了一个星号的话，就非常方便你后面去做影片，或是直接筛选出高分的版本给客户看。那就开始做影片，
图片生影片、文本生影片，还有呢是参考来生影片，还有一个就是参考影片的角色来换脸，还有影片的升级、运动的模拟控制，还有这个 URL 生成影片。那这个 URL 连接呢，就可以是你的一个产品的连接，然后它会根据这个连接里面的内容，帮你的产品生成一个广告影片，非常的实用。后面呢我们再看。那就点开图生影片，影片模型这里点开呢，可以看到它支援非常多的模型，有很新的一些版本，像是不同的模型底下呢，还会有它对应的不同的版本。不同的版本它支援的，像是有支援音频的，像是有支援首尾帧图片来生成影片的，像是呢可以是有参考影片来去编辑影片的。可以根据你想要生成的影片类型来去选择模型。那我呢就先测一下用 Veo 3.1 来生影片。那如果你的影片生成时长想要比较长的话，可能你也会选可伶 O3 或者 V3， 它支援最长是生成影片时长15秒的。后面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。然后呢就是添加影片的首尾帧画面。因为我想做出来的效果就是让这个包包成为整个影片的焦点，所以呢，在提示词这里，镜头描述我就会写得非常清楚，镜头的焦点要从人物的脸部转移到包包上面，然后呢，会有一个镜头的焦点转换效果，包包呢要成为画面的视觉中心。然后呢，画面要突出包包的一些细节。那人的动作呢，我也写清楚了。而且呢，包包呢要位于画面中央的1/3的位置。像是这些呢，都比较适合去推广产品的一个画面布局结构。影片的尺寸呢跟图片的一致，分辨率 1080p， 但是呢它也是支援 4K 的画质，它的时长呢最长是8秒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关掉它的音效，也可以打开，这样生成影片的同时呢，也会自带影片的音效。生成影片的数量呢，我选2个，然后呢，点击生成，再来换一个模型来测试一下，那就选可伶的 V3， 这次呢就换成一个横屏的图片，同样呢是从面板里面选我生成的图。因为刚刚呢我已经给图片打了星，所以呢就算我生成过很多的素材图，我也不知道要选哪一张来做影片，所以这个星等系统呢就很直观。这2张图呢跟刚刚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它是有一个镜头移动的角度问题，所以呢提示词呢要写清楚了。我是这样去写的，摄影机先轻微的向前推进，对焦到包包的上面，然后呢，摄影机会缓慢的向右侧平滑的滑动，然后呢，视角就变成了这个图了。但是呢，我又要求它保持了包包是在我的画面中心构图的位置，让摄影机滑动的过程里面呢，逐渐拉远，然后再看到我的这只猫猫。影片的时长呢，我就选一个最大的15秒。这2个影片我其实是刻意用了2种不同的提示词，第一个是比较偏镜头运镜的，第二个比较偏动作细节。出来的结果是人物位置没有变掉，镜头有在移动，焦点呢没有乱跑，人物呼吸、坐姿微调，还有手摸上包包，猫猫先抬头再站起来，再碰包包的边缘，全部呢都帮我写进到画面里了。包包的形状一直是稳的，镜头移动，人物和猫的动作呢也慢慢的发生了，包包一直保持在了画面的中心，这点其实呢真的是做到了在拍广告。
OK， 那影片呢都做好了，那还可以给影片的素材加上一个口播的纯形同步解说，给你的产品呢做一个介绍。点击这里的 AI Avatar， 就会进到影片口型同步的这个栏目下，在哪里找呢？就在这里 Avatar 底下。在这里有一个影片的纯形同步，那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新的 AI 虚拟角色，或者呢直接用它的模板把你的产品呢导入进去，然后呢做一些口播解说的影片，我们可以后面再讲。先给我这个影片呢配一些脚本，可以在这里呢输入文本，然后再选择系统自带的配音员。它支援的语言呢也是非常多的，日本语啊、韩语啊什么的，还有繁体中文、简体中文都有。那我就自己录制了一个音档，所以呢我就在这里上传我的音档。这个音档的时长呢是6秒，然后我这个竖屏的影片呢时长是8秒，大家这点呢就要注意一下，然后播给大家听听。我发现这个包其实没有很夸张的设计，但就是会越看越耐看。OK， 点生成。我发现这个包其实没有很夸张的设计，但就是会越看越耐看。我发现这个包其实没有很夸张的设计，但就是会越看越耐看。我发现这个包其实没有很夸张的设计，但就是会越看越耐看。像是我就觉得，这个版本比较好，节奏刚刚好，给到我团队的成员去看。而且刚刚的留言呢也会直接挂到了素材的下面。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你如果真的是拿 AI 影片去卖产品，一定是会有客户、有团队，还会有不同版本的修改。那这个面板呢有产品的动态图、Avatar 解说版，还有不同模型的测试版。就算让你一天跑3种广告素材投放，效率呢也会比以前快很多。总的来说，它是让 AI 创作不再只是一个单机作业，你还可以换不同的角色来帮你推广同一个产品。同样的是在 Avatar 这里，点开这里的产品 Avatar， 右边呢就会有许多的模板给你参考，不同的产品类别你都能找到。点开这个小箭头，像是穿衣服的、保健品的，还有像是首饰的，还有美食的，还有红酒的，还有宠物的、厨房用品的。那我的是包包，所以呢我就点开包包这个分类，下面呢就会有很多 Avatar 拿着包包的示例，选择你喜欢的点一下，那这个 Avatar 呢就会去到左边，然后再把我的包包呢上传过来，在这里产品图片这里，它就可以生成一个这个的角色拉着我的这个包包的一个图片。而且它生成的结果，它对产品的一个细节的还原真的是非常 OK， 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包包它是有弧形的金属装饰提环的，那它这里呢也表现出来了。我也非常意外，它会生成2张这样的图，不同的一个展示的效果。一个呢是它握着这个提环，一个呢就是它拖着整个包包，就很全面的展示了我的产品。还有一条细细的长长的单肩背带，背带自然垂落的效果呢我也能看到。那如果我们生出来的图像是包包的形状、金属件、材质的颜色，这些细节不对的时候， TopView 这一版的更新之后呢，要去调整产品的细节也是非常方便。像是包包的这一条细长的单肩背带呢，它没有一个自然垂落的效果，反而很像是这条带就是这么短的，而且呢它的质感也不是我的那种自然垂落的长长的肩带的那种感觉。还有像是这个也是一条短的肩带，跟我的产品图是不一致的，那这个呢也是有方法去调整的。像是之前这些图片呢都是通过我这3张素材图原始的素材图来生的，那如果生出来的效果像是肩带呀没有自然垂落，或者某些细节不对的话，也可以再次做一个图片编辑，把这个生的图呢，像是这一张我就要调整一下这个肩带了，
点一下，把这个图呢拉到这边，然后再把我的产品图上传过来。对比我之前用到的这张图呢，因为我要用到这个衣着嘛，所以我就用了一个大图。像是这里呢，我只是把它裁剪成只有产品的一个很详细的图了。提示词呢，我就要告诉 AI 要怎么去编辑这个图片。女生坐在椅子上，姿态放松，包包是配了一条细长的单肩背带。因为这个图呢，它生了一个双肩的。那实际上的产品呢，是一条细长的单肩背带，而且我还想要一个背带自然垂落的效果，还告诉了它不是双肩背包的款式，也不是短提把手的设计。OK， 点击生成来看看，它就帮我调整过来了。本来呢，上面呢它是有一个立起来的一个提把手的，现在就没有了，是我原本的一个产品的样子，是一条自然垂落的单肩背带。测到这里呢，我的感觉很直接 ，ToWheel 做的不是单一功能，而是把整个 AI 创作的流程整理进了一个工作空间里。如果你平时只是自己玩 AI， 可能不会觉得差很多，但如果你是要做短影音、做广告、接商案，甚至用 AI 影片去赚钱，这种可以多人协作的 board 真的会差很多。素材大家可以一起看，版本可以一起去改，图片、影片、Avata、声音都在同一个专案里面，不用一直去切工具。那链接呢，我会放在资讯栏里，大家可以自己开一个专案试试看，跑几个版本，分享给你的朋友或你的客户。现在 AI 做画面已经不是问题了，真正卡住大家的通常都是流程。OK， 那今天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支影片再玩别的。我发现这个包其实没有很夸张的设计，但就是会越看越耐看。